好，在美加的这个边境这边哦，又有传出了恐怖攻击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其实，在美加边境的桥梁，现在惊爆有这个车辆爆炸，造成了2死1伤哦。现在外界都在猜测说，这是不是一种恐怖攻击呢？那根据 FBI 表示哦，这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靠近尼加拉瀑布的彩虹桥发生了这个车辆爆炸的事件，很可能是一种恐怖主义的攻击哦。消息人士讲说，这一辆车呢，正从美国开往加拿大的途中呢，然后就试图向这个边境的官员大楼这一边开过去，然后呢就发生这一场爆炸，警方随后到达现场，并且封锁这个在地的交通。那后来纽约州长是讲说没有恐攻的迹象，是赶紧来做消毒澄清啊，只是外界还是把它往这个方向来做思考，因为现在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确让世界各国都开始担心起这个恐怖主义是不是又要再度回来了。那共和党人都讲说，这个汽车不只是爆炸，这恐怕是一场恐攻哦。而且在这个 X 上面也有人讨论说，这一辆汽车其实从美国一侧超速驶向加拿大的边境哦，几乎是失控，还撞上了栅栏起火。他说怀疑这就是一个恐怖攻击的一种方式啊。那这其实我们看看这个以巴战争以来哦，美军其实在37天之内被偷袭了66次哦，所以现在美军也开始对于伊拉克的真主党开始进行一些报复攻击。那伊拉克的副总理是谴责美国，你们这样的侵犯主权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个反击哦，有酿成了8死，所以巴格达当局是予以谴责。那英国的外交部也因为这个以哈冲突开始加强就是一些警告，就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恐怖攻击事件出现，所以包含了像是美国纽约，他们现在纽约的警察全面的进修反恐小组也是加强巡逻，还有在法国这边出现了，就是有蒙面的妇人在车站高喊真主至大，结果法国的警方当场拔枪这个射击哦。另外这个哈马斯攻击行动的一个连锁效应其实也让 FBI 的局长示警说，现在其实蛮危险的。他是在这个五眼联盟的一个这个情报机构的一个会议上头也有讲到，现在目前一致要加强对于这个恐怖攻击的一些防范他们说这个中东的危机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国家这个里面出现一些袭击或者是恐攻的威胁都会上升。那10月20号不到1周的时间，其实法国凡尔赛宫就有5次因为炸弹威胁而紧急疏散旅客、疏散游客的情况出现。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白宫对于以色列反反复复的状况好像没有办法确切的掌控我们来时间去还原一下。其实在11月21号的时候，纳坦雅胡有召集内阁表决放话，就说休战不代表停战，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然后到了22号的时候，昨天就是大家都松一口气，就说全世界看到算是一线曙光，就说以色列政府达成了休战协议。那哈马斯也讲说加萨在11月23号会暂时停火，拜登也说非常的好就是表示欢迎，非常满意一旦协议生效，人质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但是时间就这样到了今天，突然又出现了是不是又破局的情况，那有点蓝白合的那种感觉，突然又出现了一些变数那以方是讲说他现在又要推迟人质的协议，他说至少到星期五都不会停火，所以现在大家又要再等着看星期五会不会有一些停火的相关的消息。那到底是为什么焦灼呢？他说推迟的原因跟哈马斯还没有提交人质的名单是有关联性的。那所以他们这个停火的谈判真的是一波三折这拜登现在也亲自参与，但是哈马斯还一度中断了谈判，也就是说表示出来拜登努力想要证明美国还是老大哥，这个世界老大哥、世界警察的地位，可是以色列好像也不太受他控制那现在就大家目光就转向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就金砖峰会，他们特别为了以巴开了这个特别峰会也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以巴的停战。那也表达出来说，这个世界上面现在开始不是美国说了算，或是美国是不是对于以色列也没什么办法也不再只有 G7 可以发声。所以我们看现在世界上的重大事件，过往都是 G7 立刻表态但是现在不仅仅是 G7， 其实金砖国家也都在发出声音虽然各国的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是共同的是他们呼吁要全面的停火，而且谴责对于平民的一些攻击避免这个危机进一步的外溢。所以现在看起来
金砖国家在以巴问题上，多少是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性哦，也让这个中东扩员跟进程也发挥了一些相对应的影响力。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我觉得现在恐攻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了哈，但是第一点，恐攻的说法不能够掩饰你在加沙的屠杀，要搞清楚事情的这个重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这些包含伊朗、包含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面临到他自己的就是同样的穆斯林同胞巴勒斯坦人被这样子屠杀，今天已经确定死亡14100人，中间5600个儿童。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跟穆斯林国家，他们其实很克制、很理性的哈，用外交的方式，用同盟的方式。某一些人甚至主张说要对这个以色列禁运等等之类，都还被拦下来。然后呢，集体的派遣外交部长到北京，透过联合国的方式提供人道援助，对美国施压，对国际施压，对以色列施压，而没有说号召要去打以色列，或者说我们要去怎么样武力奉还恐攻。当然，如果这么一号召就会起来。所以目前啊，我觉得那种恐攻有一点像是狼来了，但是千万还是不要轻忽，也是事实。可是重点是，你在加沙那边那个屠杀，你不能够去掩饰它啊，对不对？那拜登，我觉得拜登现在很害怕，他怕这一次的加沙战争变成拜登的伊朗人质事件。各位记得吗？1979年卡特总统在做第一任的时候呢，他就是碰到了伊朗人质事件，处理不好。最近前一阵子还不是个电影吗？对不对？那处理不好之后，他就只做一任下台，那可是呢，拜登现在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比上次的伊朗人质事件更严重，因为他面临了国际的压力，国内民主党的压力，他民调也现在不行，他也要竞选连任，所以他就花了很大的功夫，亲自每天打电话给这个卡达的国王，然后呢给内塔尼亚胡说要让这50个人质这个放出来，然后要停火4天。但注意到那个英文是叫做 pause， 不是叫做 ceasefire，也就是它是暂时的停火，它不是真正的停战。因此到现在为止，刚才的讯息，今天刚才以色列继续的轰炸北加沙那个难民营，有一家人52个人全被炸死，从祖父辈到儿孙辈，所以这个战争是持续的。因此大家我觉得其实要了解到这个加沙现在这个战争会影响到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局。好，请教郑源哥。美加边境的这个恐怖事件是真是假，这个我们不必去管太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五眼联盟也好 ，G7 也好，都已经加强了对恐怖活动的监管以及控制。从911事件之后，这些国家事实上已经配备了相当完整而且相当多的预算在处理恐怖活动，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所以未来会有恐怖活动，当然是会，但是恐怖活动的影响力会有多大？不可能跟以前一样那么多哈。但是我想各国也应该不胜其烦。那最终的终点还是在以哈的战争啊。以哈的战争啊，他们现在卡在一个谈判，就是哈马斯释放一个人质，要换多少天的或几个小时的这个所谓的休战。另外的要换在以色列监狱里面所拘捕的以色列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曾经代表哈马斯在以色列做出某些事情的一些人，这个总数很多，所以哈马斯希望说以色列监狱能够放的人的比例能够更高，换的这个休战的天数能够更多，然后换到了说那个油料进口到加沙的这个车辆的数目也能够增加啊。基本上都在谈这个交易跟这个条件。那以色列当然是需要尽早的把一些俘虏的人质那能够获得释放，但这只是第一波。第二波呢，以色列跟哈马斯要谈判的是平民，一般的平民。然后第三波呢，才是以色列的军人，是有一些以色列军人目前是被绑架，在战争里面呢，互相绑架这个军人大概比较没有话说，
单绑架平民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绑架妇孺，那就更是一种罪行要去处理。但是不管如何，以色列的轰炸也是一样，你轰炸军队的设施，这个基本上国际法是允许的。你轰炸平民的措施，除非你能够证明平民有武装力量，否则就是犯罪行为。那更在轰炸一些老弱妇孺或者医院、学校了，那更不可原谅。那除非以色列能够证明那里面有军事设施，没有的话，以色列就是犯罪啊。所以对于这一场战争，当然大家希望停火，所以这个穆斯林国家组织的代表团跑到北京去找习近平主席，看能不能透过他对于这个美国施加更多的压力能够来尽早来结束这一场这个停火。我们当然希望早点停火，可是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容易，因为以色列占于优势，他会鲸吞蚕食，一步一步的把战争向前推进。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暂时停火，等到停火完毕之后，哪怕只是4天，停火完毕之后就是激战，还是会有一番激战。那这个停火只是个暂时的现象，以色列的他的这个战略目标非常的清楚，就是要赶尽杀绝。他的这个战略目标方向是非常的清楚，只是时间会向后来延宕。那至于他的这些手段，刚开始的地毯式的轰炸，现在变成地毯式的扫荡，所以这样就会接续来实施，会造成，尤其是不只是光哈马斯组织，也包括巴勒斯坦人会做更大的伤亡。现在目前的伤亡已经是14100多人，那将来的话向2万迈进，我相信它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第二个，因为这些的以巴的冲突造成这个日期的延宕，会造成世界各地的这种反以的声浪会增加，这个声浪或示威游行，将来可能会有比较有激进手段的暗杀事件，也会此起彼落。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趋势，我认为不要去疏忽，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在欧美这些国家，包含美国、包含英国，或者是法国、德国或意大利这些国家都有可能，甚至加拿大都有可能。第三个，我们看这些金砖国家。金砖国家本来是金砖5国，现在变成金砖11国。那金砖11国在这次峰会也有对以巴冲突有做这一方面的这个政治上的表态，就是反对这个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对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加沙走廊这一方面无差异的轰炸跟屠杀，而且问题是不成比例，已经超过比例原则了。现在以色列的伤亡大概1400多人，但是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亡14000多人，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屠杀比已经超过10倍了。那这样的话，严重违反比例原则，而且目前的话，整个它是一种摧毁式的，不是一种重点式的攻击，是摧毁式的攻击，那会造成这个尤其是金砖11个国家，金砖11个国家将来它所扮演的这种国际外交的角色会逐步加重，因为最起码这个 G7。它是先进工业开发国家，因为他们的开发已经大概到达一个顶点，之后，他们所能够成长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这是金砖国家，金砖5国加上后来加入6国，总共金砖11国，他们大部分都是发展中的开发中的国家，他们经济的成长的空间大，有这个经济成长的空间，然后他们的所占的地域跟还有它的人口的总数大概占全人类的1/2，大概50%，所以他们的将来在国际还有在区域安全，尤其现在的以巴冲突，他们所扮演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加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呢，其实就让大家聚焦到 AI 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拜登不断在对这个中国大陆在限制 AI 相关的晶片啊，甚至很不希望好像 AI 的人才往这个大陆这边来移动哦。那就要讲起这个最近最红的一件事情，就是 OpenAI 像宫斗剧一般啊，原本他的这个执行长这个奥特曼啊，也有人翻阿特曼哦，那就突然之间被董事会给解除了职务，峰回路转之下，本来都已经要去到微软了，但是呢，这个突然这个又重回了这个
OpenAI， 因为很多人就是来自 AI 的一些这种工程师啊，就说要跟他一起同进退，有700-800人说要一起离开哦，所以后来峰回路转，他又再重新掌舵了这个 OpenAI。其实 OpenAI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也有很多这个类似的功能，包含了腾讯啊，包含了很多这些龙头企业，也都想要开发出像 OpenAI 这样的一个科技哦，就是这么样的人工智慧可以来回答相关问题。所以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大国之间都在较量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哦。那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甚至白宫还召开了 AI 会议，包含了 Google、微软、OpenAI 的执行长当时都有出席哦，因为他们也都会就说，这个 AI 的发展当然很好，可是也会担心它的使用上面，如果让它的这个进展速度非常的快的话，就像这个马斯克所讲的，这个 AI 会不会反倒变成了一个人类的灾难呢？所以要怎么样来设下这样子一个规范性，避免它往坏的方向去发展。那我们看看今年7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一位38岁的解放军天才科学家冯阳鹤也疑似有这种发生车祸，人家想说这会不会是暗杀而非意外事件呢？因为他在解放军当中他也是这种天才型，精通 AI 跟国防科技被誉为军用 AI 的第一把交椅但是他在7月份的时候执行重大任务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个车祸的这个意外事情，所以人家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揣测，就想说是不是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的太好了，所以引发了这一场杀机呢？会有这样子网络上面的一些传言啦。那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或是电动车，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现在不见得是占有优势所以因此拜登就更加的看重 AI 领域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比亚迪在这个第21届的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上面，也盛大展示了它全新的能源车汽车的这个阵容。那仰望发布了这个新款这个1/4次方的这个概念车，还有超跑平台他们这是海洋系列首次亮相，这是中型的纯电 SUV， 还有海狮07 EV， 以及这个方程豹在这个展览上面也展示出最新的这个豹5的车款另外还有一些增加豪华功能的这个腾势也推出来，这个 Premier 这个 D9 系列。那我们看看 Toyota， 其实现在就是丰田啦，他们自己也一直在做这种固态电池也是希望是不是可以在固态电池的领域弯道超车赢过比亚迪赢过宁德时代但是呢他们最后还是找上了比亚迪来合作所以他们讲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他们讲因为他们有一个直觉，就说这个比亚迪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感觉他们自己如果闷声来做的话，不见得会赢得过比亚迪因此他们觉得说与其跟你竞争，不如跟你合作好了。在5年前丰田的高层就去到大陆来考察，那他们就发现到说哇，他们有这个中国大陆使用的设备跟技术他们就直觉反映说，现在大陆的这个技术真的是已经非常的惊人，可能都已经超越他们非常的多，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采取合作的模式。那当然美国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在大陆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现在崛起的情况之下，美国又要开始使出那一招了，打压，就像是华为的翻版华为你这超越了 iPhone 的销量，我就开始打压你。那现在是不是把这个矛头又转向了宁德时代因为美国又担心这个宁德时代是不是在电动车领域的主导地位所以就像是当初封杀华为一般，现在也要开始把这个封杀的这一把刀刃指向宁德时代吗？日经亚洲的报道他讲说，美国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就呼吁说，美国应该现在开始要采取加强审查的方式来限制宁德时代跟美国企业的一些合作关系又要开始讲说宁德时代会不会偷技术什么的，所以不能让他跟我们的企业合作要开始在绘声绘影的讲这些。所以这种怪兽般的公司这当然是一个赞美式的形容就说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是不是也引发了美的杀机但是美国为何担忧呢？你看现在福特也再度重启跟宁德时代的这个 EV 电动车电池的一些工厂的合作建设这个美国汽车大厂福特，它在11月21号又发布了这个消息，将要重启这一项计划，在密西根州这一边的电池工厂的一个新建计划，所以它的生产规模会比起原来的减少40%就是避免这个美国又有很多人内部有一些其他声音，但是他们希望是在2026年来投产。那美国原先是已经阻止了这项计划，但是福特如果不跟宁德时代合作，他在这个电动车领域恐怕
很难就赶得上目前发展的速度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中的科技人才其实也是现在竞争的一大关键。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介绍过，严宁他那时候在美国那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一些科学家陆陆续续的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去，严宁就是其中一位。现在传出她被人家誉为是科研女神哦，现在要回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呢，这个中国大陆的2院院士的增选结果也揭晓啦。这现在目前严宁也是入选的。那其实这一波计划呢，就是来自于美国前总统川普啊，他启动了一个中国行动计划，就说他开始指涉这些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中国大陆的学者，你们是不是偷取我们的技术啊？开始有这样子让这些在中国大陆的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学者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哦，所以他们开始陆续返回中国大陆，大概有1400名的旅美科学家陆续离开了美国，寒蝉效应非常的明显哦。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邱成桐哦，他被誉为是数学皇帝。他也从哈佛退休了，现在回到中国大陆的清华来任教哦。那港媒就讲说，其实在2021年，至少有1400位的华裔科学家都从美国离开，返回中国大陆。因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可能会带领这个领先5到10年的技术。如果有1400名的科学家，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要跟美国打这一场仗，当然人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来先问一下杨老师。宁德时代所生产的就是电池占全世界的占有率高达37%，那另外比亚德占16%，所以这2个中国大陆的公司的电池就占全世界超过1半以上。那但是它跟华为的资讯通讯设备不一样，虽然这个美国的基金会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很小型，而且这个相关的人员呢，提出来指控的那个人，他虽然在美国的政府担任过职位，但是都是很年轻、之前的职位，影响力并不大。当然，他这个是非常的鹰派、保守的这个立场，你从他的网页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可是会不会宁德时代或比亚迪在美国变成下一个华为？我个人觉得要警讯、要注意，但是呢，应该不至于，因为毕竟资讯跟通讯的设备和电池是不一样。那而且宁德时代，我们光看这个礼拜，它就跟3家世界大型的汽车厂在做合作，在欧洲和那个史特迪兰斯，对，那个是菲亚特，然后呢，那个法国的这个汽车的合作，还有雪铁龙。那在大陆呢，大陆是跟奥迪的合作，在长春要设一个厂，蛮大的这个就是电池厂，作为奥迪的电动车的这个电池。然后呢，在密西根要跟福特，这个事件曾经这个爆发过美国的那个就是众议院那些共和党反中的议员呢，指控他，你是不是这个请中，然后呢可能会被中国整个掌控到美国的电网电池跟电网，反正他们就把它牵连在一起。这个事情一度有一点停顿下来，但这个礼拜又恢复，只不过是规模变小一点。所以他提供的这个电池，尤其在欧洲提供的是磷酸铁锂电池，那是比较先进的。那现在宁德时代预计可能会在这个月或下个月会在香港上市。所以他的做法跟华为不一样，但是呢，的的确确，这就是技术先进嘛，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我的技术发展。然后呢，使得他也愿意公开的去开放性的跟这些世界汽车厂合作。所以你要问，如果华为的那个汽车系统到美国市场，大概很难进去，因为你透过华为的汽车就会透过物联网这个万物联网，就会连到很多一些资讯的东西，美国就把它联想成为国安的问题。对，所以我是觉得宁德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可以走得再更远。那但是呢，你如果一旦碰到美国一定会面临到这些传统保守人士的不断的攻击。好，来请教正元哥。刚才有明兄讲的非常有趣，他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搞不清楚电池跟电网有什么不同，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的智商或者知识水平本来就很低。因为上一次他们搞不清楚说抖音能不能接上 WiFi， 就已经闹了大笑话了。
他们现在竟然不懂，电网是交流电，电池是直流电，两个都分不清楚。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怎么选出来？这个国家不衰败也很难然后为了反中，什么理由都找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大家期待很高，也要自我检讨严宁是中国可能可以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顶尖的杰出的人才，他在生物医学界可以说被认为是顶级人物啊，那个聪明才智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在清华生物系第1名毕业，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拿博士学位第1名毕业，然后在所有的论文打遍全世界所有的顶级的科学论文杂志那可是前段时间为什么离开中国大陆呢？因为在选中国大陆的院士的时候说他年纪太轻，要多磨练几年，然后比他差的人都变当院士。这个这种论资排辈的这个大陆的制度真的要改这样改那他现在大概是中国大陆改过自新，所以他就回大陆去，现在担任深圳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他是名副其实，所以年纪很轻那中美斗争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很多的华裔科学家在美国人人自危。比如说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那一位 Dr. Chen 竟然被抓去关了好久，干嘛？后来没有证据释放，莫名其妙嘛。然后哈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然后被抓去关，只是说因为他跑到中国来教学，那这个也是匈牙利人那最后呢，花了一大笔钱才被保释出来。你这是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变成一个恶狼。那这样子，我劝美国那些外籍的这个科学家尽早的就到中国大陆去另求生路。那邱成桐当然是在全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了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人。那比亚迪现在推出的很厉害。比亚迪推出的腾势是什么？是比亚迪跟宾士汽车合作的，方程豹啦，或者是这个海狮他自己生产的仰望。我想比亚迪全线开展它的电动汽车这未来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好，请教将军。美中的科技战呢，以前美国是独占优势，一枝独秀，独占鳌头。我看1969年美国登陆月球，那其他的国家只有在那边干瞪眼，这个称呼其后。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美国只有局部优势，而且很快就被超越，又出来了。很快，现在它能够甚至已经到达分庭抗礼了。我们现在拿电动车的这优势来看，像比亚迪在今年的第3季，它的出产量，电动车的出产量是44万辆，但是美国特斯拉只有43万辆在今年2023年的第3季，正是比亚迪的电动车的这个出产量超过美国的特斯拉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中共弯道超车，它在传统的这个汽油车、这个传统的车、能源车，它现在没有做大势来发展，从这个电动车来发展，变成这个样子，它变成那种跳跃式的来这一方面去建构。那这样子的话，在整个市场来看，中国大陆也具有市场优势，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多，然后它也有价格的优势，因为中国大陆的生产的成本、制造的成本比美国相对于低，那也具有价格的优势之后，当然别人会选择物美价廉的这些电动车了。那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比亚迪的市场就容易就开拓整个的世界市场，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看呢，现在美国在美中的科技战呢，如果是在以前，那没有办法，那中国大陆只有干瞪眼，因为不管在太空领域、飞弹领域、航空的这个领域，还有核子弹道的潜舰的这个领域，美国都是技压全部，没有办法，大家跟他差了不是一个档次，差好几个档次，但是现在全部都跟上来了。那美国只要有优势呢，很容易马上就被取代，可能优势只有1-2年就被取代。换句话说，也是摩尔定律一样，很快，大概这18个月、1年半就被人家又超越了。所以现在的这种科技的推陈出新的脚步太快了，比我们所想象的。那刚好中国大陆它有人才的优势也出来了。以前可能很多人都要到美国去留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
还有这个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立刻来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蓝白哦，真的是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有讲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哦。就有人拿来形容说，其实早上的时候，本来柯文哲跟郭台铭就在他的住家信义富邦这边嘛，马办就在这个行善路哦，其实车程也只距离16分钟，但是早上却一直在隔空喊话。早上10点钟，本来这柯文哲提了这个简讯说要碰面，那侯友宜就回电啦，就说我们就在马办这边碰面吧。然后到10点55分，他就抵达了马办哦。那但是呢，柯文哲早上已经是在这个郭台铭家信义富邦了。那到底是可以在哪边碰面呢？柯是说希望在第3地见面啊，但是侯坚持说要回到马办，从这里开始就从这里结束。那就这样子兜兜转转的哦。后来柯文哲突然发了一个脸书哦，就说改变就从现在开始，期待郭董与我在创造历史的队伍里光荣前行，也邀请侯友宜总统参选人一起参与，共同为台湾来奉献，义无反顾啊。那后来他们就说，那不如我们约的第3地就在君悦饭店来见面吧。然后稍早之前呢，这个柯文哲跟郭台铭也都已经抵达了这个君悦饭店。事实上，这个君悦饭店离这个信义富邦很近哦，就大概在这个位置哦，就没有多久的这个车程，可能坐车的话，大概3-5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了。那马办过来其实也差不了太远啦，只是说到底要约在马办还是约在这边呢？这10几分钟的车程，是不是就是蓝白河最遥远的距离呢？那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哦，现在当然一颗心可能也是悬着啊，万一合，他得起床了嘛，他不能躺着选了嘛。如果不合的话，可以这个翻个身再继续睡回笼觉哦。那他现在讲说蓝白河哦，权力分赃是充满算计的一场游戏哦。那他说这个是基于政党利害权力分赃啊，即使组合成功，对于台湾的进步也没有任何帮助。退一万步讲啦，现在难道绿的没有权力分赃吗？难道绿的继续执政对台湾进步有任何帮助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这样问赖清德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赖清德定调说要反一中哦，亮哥就怒轰说这个赖的调子哦，应该要想说我们就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台湾队，这样才是加分哦。他说怎么会有人选举定调说自己是反统一反一中的大将呢？就是感觉起来很奇怪啊，你自己定调只是一个反对派反对党嘛。你明明是执政党，你应该要诉求的是和平，要诉求的是说美国可以信赖我们，然后这个我们也会成为亚洲这一边一个安定稳定的一个力量才对啊。那反而这个赖清德一种不讲目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希望北京对他就有一些动作，是不是有动作对于他的选情更加加分呢？你看陆委会今天就这样端出来一个报告就说解放军将会呢透过灰色地带的方式逐步对台施压，将有限封锁视为作战的假定方案也就是说可能又会围岛锁台。那他说我们这个架构是必要的海空军载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应该要应对解放军围岛锁台这种频繁的灰色侵扰，这是陆委会在这个时间点也端出来这一份报告，要告诉你有亡国感有危机感那真的中国大陆是剑指台湾吗？有一个消息出来说，大陆的成都飞机研发垂直起降的战机专利图跟概念图都有曝光那这个战机中间的升力发动机喷射引导到左右的气管，然后再朝下喷射。这个概念图初看起来外形有点类似洛马 F-35B 的战机，但是这个战机的垂直起降的安排跟 F-35B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成都飞机公司所提出来的特殊专利。那这个形态的战机呢，会部署在哪里呢？就有人推估说，也许是075型的2栖攻击舰。如果这一型的战机研发成功的话，075型将会成为小型的航母所以它的任务弹性会更大，而且操作的成本比起大型的航母来得更加的低，就是它可能这个集战力更高所以对于海外的兵力投射会是一个巨大的注意。那这样的动作也被指称说是不是在瞄准美国，有一些相关的预备呢？我们先来问一下郑源哥，有关于侯柯郭3个人的整合，竟然可以引用到泰戈尔的诗句，我对你们的制作单位深感敬佩。这么紧张的时刻，竟然还可以这么浪漫，哇，这个心境是高乎常人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
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好了，不管如何啦，就看他们今天下午3个人怎么谈哦。如果这个要促成3人整合的话，近在咫尺；如果不这个促成3人整合的话，即使见面也只在天涯哦。那就看那3个人有没有想到说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不要整天讲的都是一些伟大的口号。可是当3个人见面的时候，都在算计，我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就会让所有的支持你们、爱护你们，不管你支持谁、爱护谁，都会有很大的失望啊。那柯文哲讲说，期待郭董跟侯友宜一起参与同行啊。当然呢，侯友也是有这种期待，那郭台铭有这种期待，那就看你这3个人啦。今天3个人的见面，当然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这个侯友宜主动打电话给郭台铭，那要郭台铭来促成3个人见面。就我没想到3个人见面要算时间，要算地点，好像这个要看八字，又要看这个地理风水。这样也实在太麻烦了，不过终于见面了，总是好了哈。希望他有个好的结果哈。那至于赖清德啦，当然会讲一些这个酸言酸语啊。他现在最忐忑不安是，你们3个人合我就落选了，你们3个人不合我就当选了。全世界没有看过有一个人这个当选跟落选完全看另外3个人是否合，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哈。不过赖清德最近有点反常，怎么突然打起反一中呢？反中跟反一中的概念不一样，反一中就是我反对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是一中政策一中原则，不管你后面讲政策讲原则，就是一中啊。你这是反对美国的政策，赖清德怎么找了一个美国人来搭配当副手？应该是喜气洋洋，怎么开始反对美国的政策？赖清德是不是言语要修正一下？至于所谓的郭正亮说这个会使得两岸局面这个重启的几率等于0，我觉得正亮实在是就是一个好人，不晓得人心险恶。赖清德有要重启两岸吗？有吗？没有啊，没有，他当然就要把两岸的关系压到10，锁到10啊。那你郭正亮当然期待两岸有一个把风云开见日月的时光。你的期待跟赖清德期待不一样啊，他希望全岛里面至少有将近40%的人是他的铁杆子，都守在台湾岛上，不要两岸重启。两岸重启可能会使这种台独的思想受到侵蚀，最后瓦解。他担心这个事情啊，所以陆委会起来说这个有限封锁，封锁就封锁，还有有限跟无限，我还第一次听到。放心啦，解放军不会打封锁战争啦。因为封锁战争就会让美国有更多的时间介入啊！解放军如果搞封锁的话，实在是有够笨啊！如果两岸要打仗，就不管要武力台独或者是要武力统一两方面就较劲一下，但是注意到不要像加沙走廊一样让老百姓受到损失哦。你们最好精致作战一点互相台独去打解放军，解放军只打台独就好啊。那个。我不相信这种所谓的解放军的垂直起降的飞机是跟台湾有关系。当然，台湾很多人讲说，如果我们的战机可以垂直起降的话，因为在第一个时间，台湾的重要的军机场的跑道，甚至于民航机场的跑道，都会被解放军的火炮、远程火炮或者导弹所摧毁。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我们利用高速公路。问题是高速公路可以起降的地点也蛮有限的那难道就不会被解放军的导弹火炮所攻击吗？应该也是会。所以能不能在平原地带，不是公路上起飞，就变得很重要。那要垂直起降是针对台湾吗？这么高档的战斗机，主要是在抢制空权用的不是要做地面攻击用的。会不会这个我们台湾的媒体想太多了？好，请教杨老师。我觉得现在大家来看这个蓝白合，会觉得说。有点烦了，对不对？歹戏拖棚，对不对？怎么到了最后一刻还在那边玩躲猫猫？然后呢，这个各自放话、作秀，以及再换地点。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2点，第一点，其实讲句实在话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如果真的合的话，这个是台式的联合政府。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在选举之前我们就合作，而且一个正一个负，而且把政治资源跟职位的安排
也许都谈了一个大概的架构。这以前当然没有发生过嘛，对不对？96年的直选到现在每一次不就是赢者全拿？我们的制度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2阶段的投票。那2000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民进党的政党实力比国民党还是差太远，但陈水扁一样当选。这也就是为什么柯文哲认为说，民调以及这个选举制度，他觉得他比较有信心。也许他认为他的年轻人对他的黏着度比较高。那可是，在国民党这边觉得，我有15个县市长，我有38个立法委员，我整个动员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激起大家的支持。你办场子、办选举，其实你每次最多到现在为止，民众党就是4000人，国民党可以到3、4万人，这个东西有没有差？有差。所以他觉得我做正，你来做副。我觉得其实到后来稍安勿躁。为什么？第二点，今天就知道了。现在是蓝白合，明天会不会变成就要开始蓝白磨合？如果合成功的话，变成蓝白要磨合了。要磨合到选举成功，然后呢，甚至执政继续磨合，就可以等到这个戏还是会有彼此的放话或者是攻击都会有。那如果今天蓝白没办法合，明天开始就蓝白敌对了。因为一定要把对方打到，然后呢产生的气泡效应，对我比较有帮助。那可是呢，从蓝白合到现在，不管是未来的蓝白磨合或蓝白敌对，大家都忘记民进党才是你最大的敌人嘛。那个人躺着在选，然后呢提了一个萧美琴双台独组合，是不是？因为赖清德是台独工作者嘛。然后呢，萧美琴在去年8月跟今年4月被北京这个盖章认定台独分子嘛。当然这是萧美琴的工作，可是呢，这就是站在北京的观点，你是双台独组合，美国当然也了解啊。然后呢，又提了一个不分区的排名第2，但男性的第1，年轻的一个学者主张巷战、城镇战、认知作战。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台独医美打巷战。他没有在谈台湾的经济，他是执政党呢，他是支持率最高的呢。他没有说你要把台湾经济带哪里去，台湾的能源往哪里走，台湾的科技发展怎么走，两岸怎么样这个和平，是不是？国际怎么参与？他说我不会走回一中老路。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说，不要有统一的幻想。你在讲什么东西？你在挑起两岸的紧张跟敌对。一个最有机会当选，而且明显的完全倾向美国的，现在连华盛顿白宫都在寻求跟中国大陆的中美缓和，对不对？美国在忙于什么东西，你搞不清楚吗？你有没有这个世界观呢？对不对？萧美琴教一下赖清德嘛。美国在忙于乌克兰都忘了，美国人忙于这个加沙战争，美国在忙于他的这个选举，拜登要输了。你现在跟他，然后呢，所以他在开这个习拜会，寻求中美缓和。中国大陆也符合他的这个利益跟他的外交政策。结果你在那边台独医美打巷战，哇！你认为他搞清楚啊？是不是？你以为你这样子一定赢吗？因为他认为蓝白一定不合，他只要守住他的这个基本盘。所以呢，守住基本盘，不要管经济，不要管安全，不要管和平，我们要守住台湾民主台湾的独立，然后呢，要拒绝一中，要这个不要统一，反一中反统一。他是在选我们的领导人，选总统，他是执政党，他完全搞不清楚现在中美的情势、国际的这种变化，他要把台海变成下一个真的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台独医美打巷战，我已经讲了3遍了。因为真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了解到这个时候蓝白合重不重要。如果说今天马上蓝白合他们在君悦饭店的这个见面，我想他们应该都了解，这个是0跟1的差别。从个人跟政党的这个利益跟权利跟职位而言，合有1的可能，就每个人1嘛，对，不管做正做负；不合0，甚至可能会负。因为我们这个歹戏说，我们看了现在，如果你们真的2个都不合，纯粹因为是各种因素啦，那大家真的是把你们都看扁了。你们要蓝白敌对也没有用了，因为
都不会当选。所以一定要和，不是只是为职位，不是只能为那个一，你要为台湾，不要让赖清德这个台独医美打巷战，真的让美国介入，让两岸紧张。对，杨老师讲歹戏拖棚，其实前2天我也是这么讲，结果就有观众来留言骂我，好久成瓮敌，他说叫做好事多磨，不许讲歹戏拖棚，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讲这个词，你知道吗？好事多磨，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说郭办那边讲说现在有搬来计时钟，因为呢现在就是倒数25小时哦，就是参选登记的截止到明天下午的5点半。参选登记就截止了，然后现在也是选战倒数51天哦。可是现在目前蓝白到底合不合的局面，现在还未定哦。那刚刚现场也传过来这个画面哦，就是计时钟就摆在现场，这个郭办这一边摆了一个计时钟在君悦饭店，而且说现在目前郭办这边有提供，就是3组阵营哦，都各一间套房，就是郭有自己的套房，然后呢这个柯侯有各自套房，而且他们的幕僚又在一间，也就是说这6间套房全部由这个郭办这边来买单，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倒数25小时讨论出最后结果啊，命悬一线的感觉，很紧张。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对这个，我认为到最后虽然只剩下这个倒数了，明天就是截止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高潮迭起嘛，这个可以创造新闻价值。所以，如果是要分的话，早就分道扬镳，各走他路了。所以，我认为，就哪怕是现在迫在眉睫，他们现在还在接触、在互动、在这边研讨，表示说他们还是有这方面和的这方面的努力。所以，我认为和的可能性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赖清德定调反一中，我认为他这个是个战略错误。那为什么要反一中呢？这个的话，反一中的话，是不是？赖清德他有很大的政治的欲望，但是他却没有备战的努力，这个两个要相称。他有这个非常高的政治欲望，但是他没有备战努力啊。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国军的人员都还没有到位，义务役还没有开始，明年才开始义务役。现在那个志愿役的缺员非常的严重，那这样子的话，训练上也是有问题啊。你现在这样子的话，那个差距那么大，两岸的军力的差距那么大。我认为赖清德可能就是台湾的泽伦斯基，像乌克兰一样，乌克兰没有准备好啊，结果现在被打成这个一片焦土，变成这个状况啊，要自己先准备好。乌克兰比台湾好，比台湾在战略位置，在这个整个战略这个价值来看，乌克兰是很强的嘞。为什么？因为它的战略纵深很广，乌克兰的国土面积是台湾的16倍，它是60万3千平方公里。台湾只有3万6千平方公里，结果我们可以知道，结果没有准备，台湾也是一样，没有丝毫没有这么准备，就在那边咋呼。然后这个中共的这些战机也好，还有它的军舰也好，都在台湾的周边的海域跟空域做活动，那我们一直在退让，已经没有海峡中线，已经到台湾的训练空域了，我们一直守到最后一线就是领空线，你是这样以战略退却来换取和平，来委曲求全。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结果他现在强调了要一中，他把台湾想要推上战火，推向这，然后要打巷战、打近战、打城镇战、打纵深作战，这个都是骗人的，我认为都没有准备好，然后只会放大化，这种吹牛式的建军，我认为不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